朋友们，你还记得第一次接触财富时候的感觉吗？60后的你啊，可能是攥着一本蓝皮的存折，每个月的工资存进去，翻开一页页的数字，心里就觉得踏实。80后的你呢，可能是拿着一把新房的钥匙，觉得房子才是你最大的安全感。90后的你，或许是在股市大盘前盯着红绿跳动的 K 线，幻想着一夜暴富。00后的你，可能还没有攒够房子的首付，就已经在手机里面定投基金和 ETF 了。而今天的年轻人，有人买黄金，有人买美股，甚至有人把比特币当成存款。你看呀，财富观念一代人一个样，有人要存折上的数字，有人要房产证上的名字，有人要股市里的波动，还有人呢，只要盯住一张 ETF 的申购单。所以今天这期节目呢，我们就从存折讲到 ETF，一起看清中国人40年的财富进化论。在上个世纪70、80年代，存折几乎是家庭最重要的财富象征。那个时候，银行利率很高，定期存款经常能有5%到10%的收益，把钱存进去，不需要投资股票，不需要研究基金，光靠利息就能够养家糊口。我记得很多老一辈的人说过，钱放在银行里睡觉都安心。翻开一本本存折，看着上面多出的一行行数字，那就是财富最直接的安全感。为什么存折时代会出现呢？一方面呀，当时的金融渠道非常有限，大家几乎没有其他的理财选择。另外一方面呢，宏观环境决定了存钱就是理财呀。经济还在起步的阶段，社会缺乏投资工具，通货膨胀率呢也不算太高，银行的利息甚至能跑得赢物价的上涨。所以，对于60后、70后来说呢，存钱等于投资，存折可不只是一个本子啊，他们更是对未来的承诺。你可能还记得，存折翻到几十页，密密麻麻的写满数字，那种踏实感，今天的年轻人可能再也体会不到了。这个阶段，财富的逻辑就是安全第一，稳定最重要。那个时候的普通人呢，不奢望一夜暴富，他们只是想把辛苦赚来的钱稳稳的守住。进入90年代末，中国人的财富观迎来了一个巨大的转折点。1998年，国家正式取消了福利分房制度，住房全面商品化。这一年开始，买房成了每个家庭必须面对的头等大事。对于80后、90后来说，手里拿到一把新房的钥匙，不仅意味着可以成家立业，更意味着你真正踏入了财富的大门。我记得很多观众家里都有类似的故事。2000年在大城市花30万买的一套房，十几年后呢，可能涨了300万。而这一套房几乎就决定了一家人未来20年的财富格局。为什么房子会成为财富的核心？第一，它的稀缺性。当时城市化在加速，人口大量涌入城市，住房需求爆发。第二呢，是它的金融杠杆效应，首付30%，贷款几十年，用未来的收入撬动现在的资产。第三是它的社会属性，有了房，人才算安定，才敢结婚，才有归属感。所以在这个阶段，中国人的财富逻辑就是房子等于安全感加身份加投资回报，甚至可以说买房成了那一代人最大的也是唯一的投资。2015年之前呀，买房基本上是可以和赚到钱挂上钩的。很多大城市的打工人回首自己的前半生，似乎唯一正确的投资就是在大城市买了一套房。进入21世纪，随着股市的逐步发展，中国人的财富观呢再一次发生了改变。这个阶段的关键词就是股票和基金。2000年前后，中国股市开始扩容，越来越多的家庭第一次走进了证券公司的大厅。你可能还记得那个场景，大厅里挤满了人，大家都盯着大屏幕上的红红绿绿的 K 线，涨一点就欢呼，跌一点就愁眉苦脸。全民炒股几乎成了那一代人的财富记忆。为什么大家都涌向股市呢？第一，经济快速增长 ，GDP 翻倍上涨，股市自然成为财富的放大器。第二，银行利率逐渐下降，存款已经跑不赢通胀了，必须寻找新的理财通道。第三，社会对资本市场的认识开始普及，炒股不再是少数人的游戏。与此同时，基金也开始进入普通家庭的视野，尤其是2004年之后，基金呢被包装成了专业理财，又号称交给专家打理。对很多不敢炒股的人来说，基金就成了最安全的替代品。这一时期的财富逻辑就是资本市场等于财富增值的新通道。炒股的人追求一夜暴富，买基金的人呢希望稳健增值。
所以，从存折的安全感到房子的杠杆效应，再到股票基金的财富增值，普通人的财富观开始从手走向了脖。2015年以后，随着互联网金融和全球投资渠道的普及，中国人的财富观再一次升级了。这个阶段的关键词是 ETF 和资产配置。过去大家炒股买的都是某一只股票，但是后来人们发现个股的风险太大了，一夜暴富可能，一夜归零也可能。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转向了基金，尤其是 ETF，就是交易型指数基金。ETF 的特点是什么？第一，门槛低，几十块钱就能买；第二，风险分散，一只 ETF 往往代表着一篮子股票，比如说沪深300、标普500；第三，操作简单，它就像买股票一样方便，还能够长期定投。这个时候呢，年轻人的投资方式开始转变了，不再是押注一只股票，而是配置一个组合。有人把工资日叫做 ETF 定投日，有人呢每个月固定买入 VOO、QQQ 或者是沪深300 ETF， 慢慢的积累长期的回报。与此同时呢，互联网券商的崛起，让普通人第一次有机会买美股、买黄金，甚至买美债。全球化投资不再是富人的专利了，而是普通人手机里的一个选项。这个阶段的财富逻辑呢，就是从单一投机到资产配置，人们从追求个股暴涨转向追求长期稳健的组合增长。所以 ETF 不仅仅是一个工具，更是普通人财富观成熟的重要标志。来到今天，我们正处于一个多元化，甚至有点情绪化的财富时代。一方面，经济放缓，收入增长速度减慢，很多人觉得钱要更保守的花，要更谨慎的投。于是，国债、存款、货币基金重新受到了追捧，大家希望先保证财富的安全。另外一方面呢，你会发现依然有人愿意去追求一些看似不理性的选择，有人把钱存在黄金，因为它能够带来心理上的稳定。有人呢去炒比特币，哪怕风险极大，他们也要把它当成未来的可能性。还有人呢热衷于买可转债，尝试新型的理财产品，是为了在不确定的环境里抓住一点机会。这些现象说明了什么？说明今天的财富观已经不再是单一的逻辑，而是多元化的并存。一部分人追求安全，存钱、买债、买黄金，另外一部分人呢，追求增值，他们用 ETF 定投、全球资产配置来分散化投资自己的资产。还有一些人追求情绪化的表达，哪怕是买一枚币，哪怕是买一手小众股票，也能够让自己找到存在感。所以今天的财富逻辑就是安全感加投资回报加情绪价值三者并行。这和几十年前单纯追求存折上的数字，或者20年前买一套房的单一逻辑已经完全不同了。如今的财富观正在走向更加复杂、更加个性化的时代。回头看这40几年中国普通人的财富观其实就是一部中国经济的缩影。从存折时代的安全第一，到房产时代的杠杆崛起，再到股票基金时代的资本市场的梦想，然后是 ETF 和全球化投资的资产配置升级，直到今天的多元化和情绪化的共存。中国人的财富观念跟着时代在一路进化，从安全感到增长欲望，从单一押注到组合思维，从外部资产到内心情绪。每一代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财富符号。60后是一张存折，80后是一套房，90后是一张股票单，00后是一只 ETF。而今天的年轻人呢，可能既要黄金的稳定，又要比特币的想象力。所以我想说，财富进化论不只是数字的变化，更是心态的进化。过去我们渴望安全，后来我们追求增值，而现在呢，我们更需要找到一个平衡，既要资产能够带来保障，也要心灵上的安稳。这就是普通人40年的财富进化论。而接下来的10年，你的财富符号会是什么呢？